王月涵、王月琪还有罗红颖，大家好。因为王月涵说我的 YouTube videos 都是讲英文的，所以这次我就改用中文。因为爸爸的中文是很不错的，还曾经在清华大学背了45经哦。Don't play play。言归正传，这个视频是要带你们回顾一下我们的义顺老家。这是我父母在1987年购买的政府主屋。我们本来是住在后港的港崩，但是被政府赶走，说的好听点就是被征用，所以就搬到了义顺。30年前的义顺是一个很新的新镇，也不像现在有那么多人。当然，30年前新加坡人口也才不过300万。来，跟我一起来看看这个历史悠久的4房式政府主屋。这是一个99年地契的 HDB， 现在还剩下65年。根据 SRX 网站，目前的估价是38万。你要不要猜一猜，在1986年它的售价是多少呢？ Come, make a guess. I'll wait. 我的父母在当时付了6600元的现金 ，CPF 用了4300元，然后拿了一个38000块的贷款，偿还了30年，因此总购买价为41700元。如果您使用 Simple Interest， 每年的回报率为24%，但是那样的算法不是很正确，正确的算法是要用 Compound Interest。我估计了一下，那回报率接近7%，每年的 Inflation 约为2%，并且在90年代的时候，当时的 Inflation 高达8%，所以那么看来7%的回报率就不是那么高了。所以我常说，炒房地产一定要慎重，它的回报率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高。我们在这个客厅花了许多时间看电视，吃完晚饭后，王月涵和罗红颖总是要看电视，所以我们定了一个规矩，就是小孩子吃饭的时候不许看电视 ，It's a family rule。但老实说，我小的时候总是和我的哥哥姐姐会在这个客厅一边吃饭一边看第8波道。如果没记错，7点应该有电视剧看，8点有搞笑行动。这些节目是这样陪伴了我们的童年的时期。但是现在的小孩子就只是看 Netflix 和 YouTube。我们先看看最小的房间。它的窗口是靠着走廊的。第一个住在这个房间的人不是我，也不是我哥，也不是我姐。我的父母薪水不高，还要养3个小孩，那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。所以他们把这个房间出租了给3个马来西亚女生。当时每月的租金应该是300块，正好可以支付房贷。这3个马来西亚女孩一住就住了10年，直到她们都嫁了人。而我们兄弟姐妹3人就住在这个稍微大一点、亮一点的房间。那时候这里有一个双人床，我睡在上面，我哥睡在下面，而我姐有一张床在那里。过了好多年，那3个马来西亚女生都嫁了人后，我和我哥才搬回到了那个房间。然后又过了好多年，在2008年，我姐姐出嫁了，我又搬回来了这个房间。当时我是在 NUS 4年级，也就是毕业的那一年。不久后我也开始工作，在这里我有一个桌子，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个桌子上工作，也开发了许多我早期的 iPhone apps。在2010年，我们也装了冷气机。当时冷气机已经是非常普遍了，可能是因为身为最小的儿子，我也开始出来工作了。所以我们家庭也总算是比较能负担起这个伟大的发明。所以孩子们，你们要知道，冷气机是一个奢侈品，是 luxury， 你们是非常幸运，从一出生就能睡在一个那么舒服的环境里。我是到了27岁，才在我的房间里有了我人生的第1台空调。
再来，我们看看我父母的房间，他们这里有一个 queen size bed， 而在这里总是会有一个婴儿床。我的父母在这里带大了3个宝宝，在这里我请那3个宝宝去给你们的爷爷奶奶一个拥抱。这里也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卫生间，我父母把这个卫生间用作一个储藏室，他们是不在这里冲凉的，所以地板永远也是干的。因此我特别喜欢这个卫生间，大号和小号我常常会来到这里。但是就在前几天，他们在这里装了一个新的热水器和洗澡的 shower set， 这是因为我们已经把这整个出租给别人了。整套 4-room HDB 出租的价钱是2800元，是我无法想象的高。起初我以为有1800就不错了，我应该会在另一个视频里详细地说一说我们出租房子的过程。最后我们来看看厨房，这个墙砖是原本的砖，可以说是古董的。我们常会在厨房里吃饭，但是特别的节日，比如除夕夜，我们就会把桌子移到客厅，然后在长桌上吃饭。这34年里的每一个除夕晚饭，我们必定会吃一顿非常丰富的火锅。在这里，我们一定要感谢爸爸妈妈总是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们的起居饮食。明年的除夕晚饭，我们还是一样会吃火锅，但是会在我们的新家。下一回，让我带你们到新家看看。再见，拜拜。